上回书说到，郭德友施展点烟变冤晕倒，小神头顾影赶到漕运商会解围，将丁卯制服。郭德友陈说丁义秋死因，丁卯也早已验过尸身，两人得出的结论一致：丁义秋死在海里。丁少爷在警局拿到临时警探身份，赶到龙王庙欲调查郭德友，被郭纯阻止。当晚有人潜入龙王庙偷盗死婴，老郭施展江湖手段大显神威，将死婴夺下。丁卯折服，搬到龙王庙拜老郭为师。为查找死婴来源，郭丁二人兵分两路，各自查访，才引出来丁大少初探水猴案，郭德友一世薛庆阳。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我要知道你在这儿，我才不来呢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妈呢？又喝大了？像这种小伙，他不喝大了，也懒得来。这家男人久出未归，他家人怕他客死异乡，这不叫我来喊喊魂吗？这么大的事儿啊，你可得给人家好好操办操办啊！哎，官儿哥，等我喊完魂了，我带你去灯影楼吃肘子吧。拉倒吧，哪次不是我请你？这次不是有工钱吗？是真的。我可不信。嗨，郭德阳，郭德阳，你回来，郭德阳，郭德阳。法师，您是不是喊错了？没有啊。那郭德友是谁呀？小颖，跟我走。我这儿还没。吃肘子去。不行，腰还得沉，步子小一点，眼睛带着一些疲惫，眼神里要流露出一些不安，又隐约有那么一丝丝的兴奋。挣扎，挣扎，你懂吗？那是一种由外向内又由内散发出来的那种悲切，一种骨肉分离、生离死别，就好像有个刚刚出锅的白薯，还热乎乎的在你手里，还没来得及吃，啪叽一下掉地上了，还让别人踩了一脚的那种悲切。哎呀，那你演一个给我看看。你不就是让我装成一个被糟蹋了的样子，那我挺着肚子走路不就完了吗？什么叫糟蹋？你肚子里是一个新的生命，他是个即将要跟你挥手告别的亲人啊。可我肚子里只有一套煎饼果子呀，你还说要带我吃肘子呢。你能不能给我认真一点？不是整天嚷着让我带你查案吗？今天就让你来鬼市开开眼界的，你千万别给我掉链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这么狠心呀？啊，我谈不上大家闺秀，也算不上小家碧玉。
既不是国色天香，又没有金雕玉琢。你瞧不起我可以，但你为什么要糟践我呀？糟践？你为了图一时之快，你知道我要受多大的苦吗？我肚子里可是你的肉啊！你现在要我剜掉这块肉扔掉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息过了，息过了。我知道你领悟了，但是你能不能小点声啊？你以后不会真的对我这样吧？把衣服脱了。在这儿啊！废话，赶紧的！你不是说演吗？怎么还来真的？我是让你把道袍脱了塞肚子里，你想什么呢你？这样真的能行吗？低头看路，别东张西望，谁跟你说话都别搭理。能在这鬼市做买卖的人都不是善茬，你有把握吗，二哥？少废话！跟您打听个事儿。跟您打听个事儿。我先探个路。素使渊源未能长远，万灵当信礼，八苦不能随，畸形持科戒，提携正欲经。留神脏鞋了。有事儿吗？人事儿。凡是到我这儿来的，除了接引和渡人，就是找麻烦的。这个小姑娘还是处子之身，却装作有了出差。老婆子，我不愿意惹麻烦。二位是不是走错了？请回吧。这哪儿来给您找麻烦呢？是来给您找钱的。只不过家里上面那位是个小姐，不方便亲自过来，让我们先来打探一下。如果没什么问题，她自己会来找您的。老婆子，我虽然瞎了一只眼，可另一只眼还看得清楚。其实说破了，我们也就是想看一下稳婆您的技术。您只需要告诉我们最近都有什么人找您接生，我们去打听一下这些人母子是否平安。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接下来该干嘛还是干嘛嘛。贵世不见光，都是苦难人，苦主们的身世，其实我能知晓的。要是信得过我就来，信不过便去寻别的法子吧。哎，慢着，河神引路，因果难寻，事情可大可小。我要华岛夫判一判这里，兴许没什么事情，我不会耽误你做生意的。若是你不愿意，往后碰上个什么水逆或者水患，可别瞎想。哇！天不进，地不进，阴阳决心，水不进，地不进，都照点水灵显圣。看清楚这是什么了吗？没，一张脸。哪有脸呢？你再仔细辨辨，一张男婴的脸。这么明显你都没看出来吗？这是眼睛，这是鼻子，一张小嘴还张着，他在哭喊。啊，对，看出来了。此前有一名男婴
降生于此地，死因鬼水凶命，天生厉鬼相。若是不管不问，必定祸乱一方水土，衍生水妖。时间应该是啊，1个月前。对，没错。恳请稳婆告知一二，我们好去寻找这名孽婴。稳婆这行都是起过绝命誓的，主家的身份如果说出去，暴毙街头，不得转世。绝命誓说的是不能说，又没说不能写。我再把这镇妖符石送给你，保你万无一失。不过这事儿还没完呢，这3家还得帮我查一下。我这钱还没结完呢。什么钱？镇妖符石的钱呀。多少钱？1块破石头，你找我要1块大洋？什么叫破石头啊？那可是注入神力的石头。哦，记在丁卯身上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为了查他爸的案子吗？进。我可没这么好心啊，是师傅非让我给你送饭的。谢谢师哥。啊，别假勤快了，赶紧过来先把饭吃了。我在查最近的失踪人口，查出什么名堂了？还没有。这王八，你到底是怎么捞上来的？想知道吗？挺有能耐呀。过奖了。这泡的什么呀？那个是人脑，整个取出来装进去的。那这又是个什么东西？那是阔鱼，它的分泌物可以治疗伤口的感染，在临床上有很大的价值。那是肺结核样本，在旁边那个，那是心脏。难怪一个大少爷能在停尸的义庄里住这么踏实，你这屋子比义庄还瘆得慌。你不经常捞死人吗？这些对你来说应该挺常见的呀。这天天吃包子，突然有一天只吃馅儿，肯定不习惯啊。那你尝尝这个。这什么呀？你就往我嘴里塞？哎，这是橄榄，很好吃的。你能别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泡吗？万一吃混了怎么办啊？我看你不是来拜师的吧？你是来祸害我们的吧？科学是很严谨的，是不会弄错的。科学？你爸的案子有进展吗？死孩子有线索吗？你呢？跟你一样，没什么线索。哎，给你送饭是让你吃饭的，别吃这些混嘴的玩意儿。你干嘛呢？我调查了所有的失踪人口，根本就没有跟孩子有关的，又去了医院，也没有吻合时间的出生记录。既然查不到孩子是谁的，我们就查偷孩子的人。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，通过脚印的大小和深浅，我们就可以辨别出偷孩子的人的身高还有体重，甚至可以算出他的年龄和性格。所以你查出来那个人是谁了吗？我查到了，
查出来了。稳婆说的那3家人，其中2家都活得好好的，只有薛家在笨办事儿。孩子死了？跟你没关系。哎呀，快说！薛家大小姐前2天刚跳河死了，但这事儿呢，薛家没有声张，偷偷找我妈做了场法事，外人根本就不知道。薛大小姐什么岁数？说是19，正是生育的年纪啊。你不是说没线索吗？啊？哦，你不是要查吗？孩子是南城薛家的，查去吧。哦，哎，等会儿，你准备怎么查？他们来偷过孩子的尸体之后就没了动静，薛家心里一定有鬼。你觉得会让警察插手这件事情吗？那怎么办？你可以假装是薛小姐的朋友，听说她去世了，前来吊唁。好主意，我先走了啊。师傅，损招，这招有点损。这不都跟您学的吗？总得有人投石问路啊，不让这小子吃点亏，他怎么成长？你们说啥呢？母子双亡，家里人偷偷摸摸的办白事，又跑到义庄偷孩子，薛家肯定有见不得光的事。大户人家男在有志，女在守节，这么藏着掖着，8成是贞节牌坊没立住。现在呢，有个小白脸突然上门，说是他的好友，你说他的家人怎么想啊？奸夫！哎，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傅卯，请问您是？薛庆阳，圆圆的父亲。哦，薛叔叔。傅公子是怎么结识我家小女的？大概一年前，大概1、2年前，我经常去李公祠写生，他很欣赏我的画，也经常向我讨教，一来二去就成为好朋友了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小女去世的消息？我薛家好像从来没有向外面公开过。其实是这样，我好，既然来了，就干脆了却老夫的一个心愿。心愿？公子，请吧。怎么样？衣服还算合体吧？哦，合体，就是这为什么前来吊唁还要换衣服啊？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您请说。何为担当？担当啊，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嘛。我相信你是个愿意担当的人。这过奖了。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可以。这也不像咱们平时穿的衣服啊。寿衣都是这样。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怎么穿上寿衣了？哎，没什么误会。哦，要殉葬，这些都是必须的。殉葬？一日夫妻百日，既然公子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以你口中担当2字来看，就算是舍命相赔，那也是理所应当。不是。
来了。你们家主人在吗？不在。你们家的法事是我妈做的。小神婆，昨日家母开天目4闸，见贵妇怨气深重，孔小姐尸首有变，特助我前来查看。里边请。二位里边请。救命啊！等等，拦住了！这还是个贪生怕死之徒！混账！谁让外人进来的？我是张胜伯的女儿，我妈昨天说她那个法事有点问题，让我今天来检查一下薛小姐的尸身。这是我家的家事，今日并没请什么神婆上门。哎，丁大少啊，难道你……哎，放开，赶紧放开！摸坏了，你赔得起吧？哎，丁大少，不是我说你呀，这天津卫的堂子那么多，你去哪一家不好啊？你就非要调戏人家大宅门里的小姐？这要是让警察局的知道了，你让你们商会怎么收场啊？别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商会？漕运商会，您不知道啊？漕运商会，那他是漕运商会的大少爷丁卯，刚刚从德意志留学归来，这一身洋味儿还没散呢。哎呀，漕运商会刚回国的丁少爷，我去他们家送过纸扎，见过，错不了。误会呀！贵叔，快扶起来！一点小心意，算是薛某赔罪。小女心丧，薛某悲切之极，闹出这么大一场误会，实在是不应该。还望丁大少爷多多包涵。我想，这就不必了吧。纪委，千万不要推辞，是在下做事不周，连累丁大少爷受此惊吓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小女早丧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烦劳各位，就局限于咱们屋内人知道就好。薛先生，你这是要封住我们的口啊？实话实说吧，我是来查案的，你有什么该说的，什么不该说的，都说出来吧。您是在这儿说，还是跟我回警局说？那就不好意思了啊，各位，稍安勿躁。丁大少爷，先请坐。像我薛某，膝下无子，只有这么一个独女，夫人早逝，薛某更是对小女宠爱备至。我薛家也算是书香门第，我便一直把圆圆留在身边，亲自教导，生怕她出去有什么闪失。可就在去年，我带圆圆去赶庙会，一转脸的功夫就走散了。我们想方设法四处寻找，也去警察局报了案，可是一点音讯都没有。哪成想，半年以后的一天，老爷，老爷。当时经过我们百般追问，才知道，他遇到一个富家公子，那个畜生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竟哄骗圆圆随他私奔。可圆圆思家心切，终于找了个机会，逃了回来。
那这名富家公子呢？当问到这个畜生的时候，圆圆一个字都不肯说。当时我想，圆圆怀的毕竟是我薛家的骨血，就私下找了稳婆，把孩子接生下来，想让圆圆安心抚养孩子长大。可没想到孩子刚刚满月，圆圆竟然带着孩子偷偷跑了出去。等找到她的时候，小女已经漂在河里了，孩子也一直没有找到。那就没有错了。我现在只想弄清楚一件事：薛小姐是怎么死的？她抱着孩子投河自尽，这属于自杀；若不幸失足跌入河中，属于意外。可是如果是她跑出去会那个富家公子，结果母子两人都命丧于禽兽之手，这就是2条人命的谋杀案了。丁少爷怎么知道孩子也死了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师哥找到了。师哥，你不是小神婆的帮手吗？兼职。兼职。其实啊，我是五河捞尸队的。有个孩子的尸身在我们龙王庙停了数日，看大小也是刚刚满月。最近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死婴和弃婴，这孩子应该就是令爱的孩子。好吧，明天我让贵叔去趟龙王庙，把孩子领回来，一起下葬。不能下葬。薛小姐死因未明，待我验尸之后，一定给薛先生一个交代。丁大少爷，你还嫌我家事小吗？咱们天津向来都是民不举，官不究，我们并没有报案。我不知道你冒充圆圆的舅舅，贸然造访，这合不合规矩？还有什么跳大神的、捞尸队的不请自来？你们能不能体恤一下我薛某的心情啊？丧女心悲，我就不送各位了。你干嘛呀你？来看看不行啊？你就这么把这个孩子给送走了？不送回去，你陪他妈下葬啊？薛圆圆怎么死的？这孩子怎么死的？啊？还有是谁要来偷这个孩子？咱可都没弄清楚啊！这些跟我爸的死都有很大关系。薛圆圆和这孩子一下葬，这线索可就全断了。你当着这孩子的面儿，商量怎么查他妈，怎么查他姥爷，怎么查他全家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这人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呀？薛家今天专门打点过了，说是给孩子好好置办置办，明天就把孩子给接走了。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别在这妨碍我干活。哼，打点？你干这个活儿能挣多少钱？哟，这还没正式收你为徒呢，就合计着抢我生意了是吧？这孩子跟我爸是一块儿捞上来的，人又是你捞的，所以你心里最清楚啊。我必须得查清楚我爸是怎么死的，就得查清楚这孩子，查清楚薛家。可是我现在没有门路，所以啊，我就雇你给我查案。我给你30大洋。
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50大洋。小郭师傅，哟，贵叔，辛苦捞尸队的老少爷们了。哎，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，您客气了。都准备妥当了？孩子就在内殿呢，不过还有些简单的过场，得稍微走一下。什么过场啊？哦，贵叔在薛府年头不短了吧？小40年，快大半辈子了。那您应该是看着薛小姐长大的吧？他娘生圆圆的时候难产去世了，这孩子就属跟老爷和我最亲，我呢，也一直把她当我半个闺女。那薛小姐是个什么样的姑娘？傻呗，老爷平时看得紧，那孩子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总觉得这世道上人人都像他一样这么善良，没人有坏心眼儿。那您觉得他走得踏实吗？郭师傅，您这话这意思，我不太懂啊。这么好的姑娘，初为人母，她舍得去死吗？老爷不查，我一个做下人的，能说什么？贵叔，我是捞尸队的，这河里的事情没人能比我更清楚。这薛小姐死在河里，您要是愿意的话，就跟我念叨念叨，没准儿我还能帮上忙。这人呐，不能就让他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呀。圆圆，圆圆，哎呀，圆圆，圆圆，老爷，哎呀，贵叔，看见圆圆了吗？他不一直在屋里哄孩子吗？哎呀，他没在。孩子呢？孩子也没在。快去！哎，快走！一定要找回来啊！我加件衣服就过去。哎呀，我们找了大半宿，也没看见小姐。等再回到府上，老爷，我是从河里捞上来的。孩子呢？您的意思是说，您并没有亲眼看到薛圆圆的尸体从河里捞上来？河里有尸体，最先知道的应该是我们捞尸队呀。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天色不早了，送孩子回去认娘吧。哦，哎，贵叔，要不我帮你一把吧？这里面规矩多，我怕下人不明白，犯了忌讳。这个就不用麻烦你了。嗨，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上回书说到，郭顾二人探访鬼市，丁卯去警局查失踪人口，两条线索直指一处：薛府小姐薛圆圆刚刚生产，近日母子双亡。郭德友诓骗丁卯，以吊唁为由前去调查。薛府太爷薛庆阳以为奸夫上门，将丁卯拿住。郭顾二人及时赶到，薛庆阳述说前情。薛圆圆与人私通有子，薛庆阳将其软禁，不料薛小姐携子出逃，落入河中溺毙。
郭德友提请薛家炼回死婴，母子合葬。小河神察觉此事另有隐情，引出来河神卞渊胸前伏法，黑衣人道观夺尸。郭德友夜探海河，浮尸暗起，要搅动金门。你在破庙里住了2天了，还习惯吧？习惯，反正比商会里面要清静多了。哎，你不会弄这个，别瞎掺和了。不会就学嘛。我刚到国外那会儿，可什么都不会。可是我这人唯一的优点就是好学。贵叔，你有烟吗？因为刚才我撑着红伞，为的是让尸身不见三光聚魂，可这棺材都是您拖着的，这晦气啊，都跑到您身上。您要不介意的话，我点一根烟，帮您熏一熏。哦，有劳您了。谢谢。谢谢。你是不是想学点烟变冤呢？当然想学了，可是我知道，我这刚进门不久，怎么也得我师哥先学，我才能学啊。他这辈子是学不会了。为什么？凡是有点刺激的东西，他都不能碰。别说抽烟喝酒了，他的衣服洗不干净啊，他穿在身上浑身就刺痒。他这种体质叫过敏性体质，人闻到烟味会呛会咳，这是人身体中的一种保护机制。因为体质的不同，有些人会更敏感一些，对于烟的反应呢也就会更大。有些人甚至会因为刺激而神志不清，产生幻觉、放大感官，甚至产生窒息的反应，导致死亡。
身体不舒服啊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要不我带你到前厅休息一下吧？啊，不用了。啊，这个玉耳坠，圆圆被找回那天就带着。少爷，胡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事吗？小事儿。市政府秘书长的女儿肖兰兰要订婚，你代表漕运商会去随个份子。我们跟肖家不是有过节吗？那都是上一辈的事儿了，这是缓解关系的最好时机。今儿个可是您大喜的日子，怎么有功夫上我这儿来了？请用茶。我已经1个星期没有见过钱子贤了。肖大小姐，您再想想，会不会是钱公子有什么事情给忙忘了呢？我有预感，今天晚上的订婚宴他不会出现。哎呀，你说这钱公子平时爱玩闹也就算了，这怎么……这个是失踪，不是玩闹。您别生气啊，钱公子可是咱们天津卫一等的人物，而且过了今晚，他可就是肖秘书长的女婿了。订婚前出去放松放松很正常。这样，我专门调几个人，让他们挨家挨户的问，看钱公子平时爱去哪几个场子，保证能打听到。等我们把人找回来，自然就还给您了。哎，副队长，哎，钱府的人好面子，可以忍住几天不报案。当晚肖兰兰不在意这些，既然人都已经丢了，也不怕丢脸了。我只是希望您能把这事儿拎得清，把这事儿当回事儿。哎，小姐姐，那您今晚上订婚宴照办。城防团罗团长，象牙屏风一队；素心坊冯掌柜，金条10根；慈善堂孙会长，进口小轿车1辆。奶奶的，这钱都跟妈妈大风刮来的噻！快点，哎，队长，要不要紧呐？跑北平买东西去了？我可是真用心了，又便宜又新鲜又有特色，包您满意。您拿出去，说的谈的讲的论的，绝对给您长脸。行，赶紧拿来看看。哎，队长，您得着。嘿，怎么样？啊，您不是说要新鲜的吗？这刚出水的，多新鲜的，个顶个肥啊！你想让我成为全天津的笑话啊？啊！不是，队长，队长，您听我给你解释。副队长，三爷，副队长来了，里边请。不，我们还在那边还有公务。小姐姐不是还吩咐让我们去找钱公子吗？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送礼用的螃蟹。嚯，这蟹可够肥的，真是好东西。我们家兰兰小姐就好这口蟹膏。啊，这个我们队长亲自一个个挑的，北平挑的。哦，行，太寒酸了，拿不出手。您太客气了，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。钱公子的事儿先不要声张，不然消息传出去，这市面上又得出乱子。今天是兰兰小姐大喜的日子，别搅乱了秘书长的心情。那是自然，三爷请放心。公务再繁忙，也得给我们这点国面。来，里边请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
哎，行。你们干嘛去？啊，不是上里头吗？哎呀，三爷不是吩咐了吗？都要点钱，你们就在门口守着吧，把礼物给我。啊，不是就这样吧啊。队长，人还找不着了。行。行。新城警局副队长螃蟹一篓。哎，您是？啊，你不认识我啊？您在宾客名单里吗？我核对一下。我们就来吃个饭，还验证身份呢。对不起，这是规定。少拿王八屁股来糊弄我！娘，你满天津为你去打听打听，有哪个馆子不知道本仙姑奶奶的？你别惹我生气，我要生气了，我立马给你念个跑肚拉稀的咒，让你干不成。咚嘛溜溜，你干啥你？咱手里没有请帖，至少行头得像样吧？你看人家穿的什么，混得进去吗？走吧，我回去给你买酒。呀，你当我白害他们的？我这是要帮他们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天人神鬼各有一道。我给你们家主子起了一卦，卦象可不太好。我今儿个是来解卦的，你连这点前程都没有，不是我咒你，你们家新郎官可要出大事儿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丁大少，里边请。他俩是跟我一起的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你起开，待会儿见。好运商会丁大少500现大洋。丁大少就是阔绰啊！二哥，冷静。你许我那50个大洋，不会赖账吧？不知道丁探员明早有没有空跟我一起去趟薛府？今晚结账，明天破案。时辰已到，起灵！三位请留步，你们不能进去。各位，今日小女下葬，你们又要干什么？先别着急下葬。薛老爷，您有些事情还没有交代清楚吧？丁少爷，虽然你们漕运商会财大气粗，但你这样在天津卫横行无忌，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？请问，薛圆圆死在自己闺房，会是什么感觉？逝者为大，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前朝的时候有一种酷刑，将进了水的宣纸一层一层贴在犯人的脸上，分别封住其眼、鼻、口，使其目不能视、口不能言，只能不断的挣扎直至死亡。再说，会是多么残忍的人，连一个刚当母亲的女子都不放过。我不知道你要图谋什么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诬陷薛家是什么样的后果。薛老爷应该知道做这种事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吧？你疯了！虎毒尚且不食子，您说，到底是谁疯了？你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！来人呐，给我轰出去！用来杀薛圆圆的凶器就在府内。薛先生，您还没来得及处理吧？虽然重新涂过指甲油，但还是看得出薛圆圆临死前因为抓挠硬物弄伤了指甲。从指甲受损的程度来看，应该不是金属或者岩石，最有可能的是木头。
准确的说，应该是上过清漆的红木家具。贵叔，您可以到我换寿衣的屋里确认一下。人在河里淹死，鼻子和耳朵里多少会夹杂一些泥沙，而薛小姐的尸身却非常的干净，大户人家讲究，这倒也没什么。但我在薛小姐的头发里却闻到了上好的雨前龙井，而且在她死前佩戴的玉耳坠上，还留着被茶水浸泡过的宣纸纸屑。这河里怎么会有茶香纸屑呢？要我说呀，薛小姐一定是死在自己的闺房之中。薛府院墙高筑，家丁职业，凶手想要潜入府内行凶，难上加难。但如果凶手本来就是府内之人，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薛老爷，您说呢？如果您还是不同意我说的话，那就和丁探员去一趟警局，保证水落石出。你再怎么样也不至于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吧？名门望族，稍有差池，就会毁掉一个家。薛家的大小姐，在外面怀了孽种，坏我家风，毁我清誉，她早就该死在外面。坐下。你都这个样子了，你还往外跑？我把你养大，你说走就走，你不要这个家了吗？你听我说吧。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廉耻？爸，我费了这么大劲儿，我把你藏起来，就是怕这件事败露出去，我要盖住。可你带着孩子往外跑，让外人看见了，我薛家的脸就丢尽了。我求求你了，我必须要找他，我求求你放我走，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吧。闭嘴！你还是要找那个畜生是吧？把孩子给我，把孩子给我，给我！爸，你干什么？爸，你干什么？爸，让你跑，让你跑！没用的，爸，你这样是没用的，我一定会走。让你走！快说，快说！别出声，别出声！我说，你还走不走？你还走不走？我让你走！那孩子呢？被人劫走了。你就接着编吧你。都到这种地步了，我编什么呀？我编。让他说。快去找！快！一定要找回来啊！当时圆圆就坐在那儿，特别安静。别动！谁？把孩子交出来！你是谁？只要你把孩子交出来，你所做的事情就没人知道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心，跟你们薛家没关系。我怎么相信你？没得选。走。那人长什么样？你还记得吗？他蒙着面没看清。那你
总应该记得有什么特征吧？好像有点跛脚。顾影，追呀！哦，你给我看住薛庆阳啊！杀人藏尸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丁少爷，那些人不是薛府的人。那不是薛府的人是谁的人啊？我们家老爷怕这事声张，我就从码头雇了几个脚夫。别说老爷不认识，我都不认识啊。是糟蹋圆圆那个畜生干的。除了跛脚之外，他还有什么别的特征吗？那么黑，我看不清楚啊。那声音总该听得清吧？是不是熟人？是不是本地人？口音我也不知道，他不是熟人，我就听见他老咳嗽。出殡走这么窄的道儿，几位兄弟辛苦啊！要不要我搭把手啊？下山就跑不动了。当年我郭二哥可是被我追着跑了1天1夜呢。谁让你们来的？你们干嘛要抢尸？不知道。还嘴硬是吧？我为8门的营生，见钱不见脸的，要不你少问点别的。那你们要把尸体奔哪儿去啊？交代一到油画码头，自然有人接应。
站住！下面有请荆门警区的副队长讲两句，鼓掌。丁少爷初到警局啊，就亲自破获一桩大案，将狠心杀女的薛庆阳绳之以法，真是大快朵颏呀！那叫大快朵颐啊，对，大快朵颐。队长，您想说的是大快人心吧？朵颐说的那是吃饭。对呀，说的就是吃饭呐，给咱们警局鼓舞士气，咱们得好好庆祝一番。哎，大家跟我一起辛苦了这么多天，把这么大的案子都给了结了，当然要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了。对啊，这才能彰显出我这个当队长的对属下的关爱嘛。是。现在还不能结案。羊头怎么样？哎，羊汤就这烧饼，暖心暖胃呀。队长，您最近可上着火呢。薛圆圆和孩子的尸体现在下落不明，那就涮羊肉。哎，城北永元德的手切羊羔，那叫一个滑嫩呐。羊肉它拱火，最好涮羊肉也别吃了。我们必须查清楚这些人是谁，他们什么目的。那就吃鱼。哎，顺福楼的松鼠桂鱼，再拌个豆腐丝儿，炒个老包饭。我再给您烫一壶，再叫姑娘唱个小曲儿。我现在人手不够，必须给我加配警力，给我权限啊！酒要少吃，事要多治。哎，稍微喝那么一小壶就够了啊！对。哎，刚才你说你要吃吗？人呢？追到了吗？连个棺材你怎么都追不上啊？棺材追上了呀，空的。其中一个人带着薛圆圆的尸体一起跳到河里了。跳河？那孩子呢？孩子的尸体呢？没见着。那抬棺材的人呢？跑了。合着这么半天，什么都没追着。你有本事你去追啊！当时就应该我去追，你们看着薛庆阳。你怪谁呢？要不是我和郭二哥拉着你，早被人拉去殉葬了。我知道了，吃烤鸭。说跳就跳，还真是伟大的爱情啊！你是说，真是他汉子抢的尸啊？这要是感情不深，这不也犯不着吗？不是？那我今天不就是把他们给逼死了吗？这叫做毁尸灭迹，别说的跟殉情一样。你抛尸会跟着尸体一起跳啊？我亲眼看到的，就在这儿，头也不回就跳下去了。没再浮上来？没有。不过当时天都黑了，我也不太确定。走吧，吃口热乎的去吧。啊，我们是来查案的。怎么查呀？你刚才已经说了，这凶手和尸体是一块儿跳进去的，对吧？都在水里没有浮上来，那就下水查一查呀。有道理，你去吧。你是捞尸队的？是啊，尸体呢？你不下去看你怎么知道啊？你给人瞧病的时候是先把别人肚子拉开，才知道别人得的是什么病是吗？我学的是法医，不是西医。我捞的是尸体，不是西北风。我不给你50了吗？那是查案，不是捞尸。要多少
怎么了？这就跟赌石一样，一刀下去，什么都没有你就得认栽；如果有了，这就是大案，你就得立功啊，丁探长。行，50就50，50是1条尸体，这下面如果是2条，那就得100。行，小影给我作证啊。如果这河里一个漂子都没有，50照算啊，赶紧的。还是不相信，他怎么能在水里面憋那么长时间？那是你们没能耐。你赌赢了。